那我也想听听牧师啊，牧师你来讲一讲，就是当这些事情，那师母坐在你身上，她是先开头的，也写了13本嘞，那你是怎么样反馈回来，反馈给她的呢？或者说你是怎么样来操练每一天的这个行？好，谢谢。我必须说，男生跟女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路径也不同。他刚才讲的是比较是一开始他怎么用透过这些模板句啊，然后操练啊，然后怎么样的去来鼓励我。那我这也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也会被激励到。男生就是其实给一点口头上面的肯定，其实我们就已经会动力十足了，特别是觉得是亲近的人、家人，所以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种。对，就是像向日葵一样，就是你只要给他阳光，基本的就其实，所以大部分的先生们其实是没有得到最基本的需求，太太们应该要去注意，其实也就像他讲，也不花钱嘛，对不对？每天都可以做的投资的。然后换个花样，换个方式讲，那这些都是一些的技巧。那我个人这边的话，我刚才讲过，比较突破点是在于，就是上帝问我，到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我自己，当然学员也有很清楚，他一开始明确的目标，清楚画好范畴，然后就是换着花样来做。那我男生一开始也是，就像你讲的。这挤牙膏挤不出来啦，这句子没有那么多啦，样板句我还没那么多样板句呢，对不对？也想不出来。但我会听他讲嘛，听了以后我也会学啊，每天听就会学。那学了以后，我就把它用回去，可以用在他的身上嘛，只是换个内容物嘛，对不对？学他的样板句，换一个我在他身上面觉得看到的好处啊、优点啊，或是他为我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受用、很谢谢、很欣赏之类的。那我比较想要分享的是，其实这么漫长过程当中是有一些阶段，就是一开始的阶段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是男生来讲，我比较是那种交换性，就是你对我做，我对你做，对，你说我好，我说你好，好那种交换性的。那也是从当中学习啦。那你对我做什么好的，他讲了，那我对你做什么好的，你讲了，就是开始就比较在于说，因为你做这些事情让我享受到，让我喜欢，让我开心，那我就嘉许你，希望你继续做。那无可厚非，你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这样就是真的做在点上了。那我真的很欣赏，我真的很喜欢。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也学习到，哎，我们的毛是要这样摸的啊，这样顺着摸啊。所以一开始比较是，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我的存款其实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因为你做到让我喜欢，让我开心，让我觉得受用，那我去嘉许你，我去鼓励你。但是久了以后，慢慢，我学到就是从自我的中心改为，就像轩讲，存款就是存款，变成以他为中心，就是你这样子做，不管你有没有对我好处，我在你身上看到的，不是只是你做了这件事情，而是你做这件事情背后反映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积极的人，你是一个碰到挫折能够坚持下去的人，你是个有爱心的人你是一个慢慢看到是他的特质，也是学员他比较喜欢听到的，不是常常跟我说，不是只是夸他做什么事，而是能够透过他做的这件事，看见背后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他的品格、他的内在的那个部分，是比他外在做出来的是更值得嘉许，而且是当我看到嘉许他的时候，他会更受用，他会更开心，因为我嘉许的不是他做的事，而是他这个人。所以慢慢之后，从进到第二阶段，就是开始以他为中心。你做这个事情，不管我有没有得好处，我看到，我觉得真的是给你点个赞，纯粹就是为了他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品格的建造而点赞。而不是为了我可以享受到什么而已这是第二阶段。但第二阶段做，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好像对吧？可能无可无尽。
但是因为生活是动态的，是活泼的，所以我们的关系也是活泼的，是会改变的。每一天其实都不一样，你觉得老夫老妻其实都一样，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两个互动也会有一点不一样，有时候紧张，有时候这个比较开心，比较顺利，那都其实只要我愿意，我都可以去当中找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吵完架，可是他刚说过，他还是决定要存款。那这一点我就可以去嘉许他，我也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他的用心，他的决心是不让我们的吵架来终止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想就是慢慢都是看到从只是我自我中心交换式的，到纯粹就是存款，就是看见他的好，他的这个品格，他的生命的进步来以他为中心。那我最近是又觉得可以进到第三个阶段，我还在努力中，我还离这个第三阶段很远，但我看到前面的路应该是怎么走。就是我们最近教会同工在读一本书，它书名很简单，就是操练肯定的话语，操练。但是操练的这个动机呢，不再只是以自我中心，也不是以对方中心，是以神为中心这个完全打开我的视野。我重新的去思考说，对啊，对方身上这些美好的特质从哪里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吗？那么我在肯定对方这些优点，这些美好的特质，生命的品格的时候，同时我应该去追本溯源去说因为这是上帝创造，去赞美上帝，以神为中心的肯定，而不再是以个人或以对方，而是以神为中心。我觉得这完全打开我的一个新的视野，开启我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呢，我就在同工会里面就直接说，我觉得我应该再回去重新操练这个肯定我太太这个部分，每一天肯定。然后呢，可是我这次带的动机是，我要在他身上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且把上帝的荣耀发明出来，这是我的目标。不再只是肯定对方的特质，而是我要再透过肯定对方，把上帝的荣耀发明出来。然后我还讲了一句，我觉得对我自己非常挑战的话，我说我要用准备奖章一样的那种态度来准备对对方的肯定，因为都是要把上帝的荣耀发明出来。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的动力，我的态度，我的投入会不一样。时间也许不见得成比例我准备奖章的时间跟准备给他肯定的时间，也许时间上不一定成比例，但用心的程度应该都是100%。因为上帝耶稣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那么我之前都在操练爱人如己、爱太太的部分，后来其实也要尽心尽力的去透过肯定老婆、肯定太太这些优点呢，来尽心尽力的爱神所以不单是给太太存款，也是给上帝存款。今天早上跟他说，这一次存2个款，非常实际，而且非常的这个绝对能够去荣耀上帝。所以我开始调整，现在我调整我的动力，我的心态，就是我还离很远，我是还差很远，但是我开始注意到说我可以往这方向去努力，然后我也看到说这个所带出来的不只是我们2个人之间而已，就上帝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说铁三角嘛，存款不要也忘记上帝也在其中我们给上帝存款，加当的荣耀发明出来。那这是我觉得是进到第3个阶段，我在努力的新的阶段。那也为我祷告，希望我可以真的能够朝着方向再多走1里路。太棒了刚才牧师真的把整个的这个关系提升到了第3个最高的这种层次，就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其实真的想一想，就是没想透这个关系。刚才牧师说这个存款2个户头别忘了作为给老婆存的时候，上帝那一块，其实我们想想真的，你看在地上的存款
但都是说我们存了就花了，存了就花了，对不对？但是神说了，在天上的存款真的是长期的这个存款，就好像一个 checking 一个 saving 的账户一样哈，那个就是放在那里利息暴增，而且呢，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 saving 里面存款的，就是我们那个账户里面一直就保存着，而且一直到永恒。而且等我们去见神的时候，这些都是算数的，更加呢就是在那儿是那么安全，因为它是高利息，而且没有虫子去咬，也没有贼惦记着挖窟窿去偷，对吧？那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存款常常有可能，哎呀存了可是没存进去，或者说存完了马上就花了等等，因为我们老是在消耗它，老是在觉得不满足，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能够积存很高的利息，我们要天天去存。但是在神里面不一样，我们做的事儿哪怕都忘了，神还是在纪念我们，这个真的是太棒了，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然后也是一个特别高的提升让我们都来操练怎么样呢？在神里面存款先知道注目神，然后从神那个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亲人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都是来自于神，以至于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同样我们也称赞了我们身边的人然后彼此鼓励，我们彼此向前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非常新，而且呢好像凯传也在这么长时间里呢，第一次感觉到眼前一亮听到不同于一些讲夫妻关系这个之道或者是儿女情长这些之道里面的那些这个指导点，因为这个指导点是升到最高，我们的神那里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感谢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跟大家讲。那今天我们时间有一点不够，我们就把它放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好吗？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